臣为妻，皇上。走开！我不是说了不要烦我吗？ 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！难道你只会喝酒吗？墨雨，墨雨，傻书生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只会喝酒，根本救不了兰陵。酒，傻书生，别喝了！别管我！兰陵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一定伤心透了。 兰陵，你把兰陵藏哪儿去了？他去了汴州乡下的悲田坊。悲田坊，那不是收留孤儿的地方吗？原来姐姐去了悲田坊。我们从小无父无母，就是悲田坊收留我们的。后来，师父才从那里把我们接走。兰陵说，他想用生命最后的时间去帮助那些孤儿。 他还说，这一切都是从大大你这儿学来的，而你却在这儿消沉，任乾隆王为所欲为，置大唐百姓于不顾。可是，兰陵是为了我才放弃的。 所以，你就决定放弃自己了，大大。兰陵他并没有放弃啊，他是用生命在激励你。你绝不能这么认输啊！败给乾隆王，能做的事情还很多。 至少有一个人，你早该去查，但你宁愿选择逃避。姐姐走了，我们都很难过。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，你会这么对傻书生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你的主人。正因如此，我才不想看他消沉下去。大大的善良之处，就是在于他不愿意伤害别人，所以才会背负太多东西。兰陵选择离开。 是希望他能放下，可他偏偏放不下。我知道你在帮傻书生，也在帮姐姐。可是有些事情，你拿起来容易，放下就难了。大大，谁说我会逃避的？我从孟文清那儿偷来的药渣，怎么，你没扔啊？蒋大人，慕容清已押至大牢，并无反抗。退下吧。是。这女魔头的悬丝神针这么厉害，
怎么会毫无反抗？或许他知道要抓他的是狄大人。狄老弟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或许很难，你可以不用见他，审问一事交给浩辰就可以了。大大，不如就按照蒋大人说的办吧。不，汴州鬼君一案是由我经手查办的，我要亲自审问慕容清。想喝醉吗？看来，这条路是死路。洛红尘连留给我们写遗言的纸笔都准备好了。这样也好，墨雨他们一定选择了另一条路，逃出去活下来，而我们也终于打破了魔咒。什么魔咒？墨雨说，每次我们见面都注定是一场分离，而现在，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。青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啊，这一天还是来了。慕容清，我问你，鬼君一案你是否参与了？我只是奉命去给得了疫症的士兵医病。我验过你给士兵的药，只是普通的补药。以你的医术，为何要这样做？医者之病，本来就没有十分的把握，用药更是各有依据。我承认，这一次我确实有所失职。你曾说无字天碑被人抢走了，可是真的？我慕容清说过的话，不会再说第二遍。独鹿林中打落我的铁饼，救走鬼君的人可是你。不是。好，慕容清，我最后问你，你可认识乾隆王？青子，我求求你，告诉我事情的真相吧！我真的不想再受这样的折磨了。任景，你别这样，我承受不起。你既然怀疑我，那就立刻处决我吧，我绝对不会有任何反抗的。青子，你为何宁死也不告诉我真相？我知道，你怪我离开药王山庄，离开你。但我求你，不要再这样惩罚我。
我能说的已经全部都说了。人杰，对不起。还是纠缠的故事，前生早已开始。历经磨难，岁月飞逝，我也勇敢地坚持。严大人，仁杰，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，是皇上让我过来了解一下审讯的情况。皇上对慕容清的事情也是十分关心。这个女魔头最会迷惑人心了，连皇上也被欺骗了。看来狄大人审得不轻松。慕容清避重就轻，要么不说，要么就跟我兜圈子，根本问不出来任何问题。慕容姑娘对大大十分了解，想必早有对策。那到底该如何处置？皇上还正等着我回话呢。那瓶药渣不是毒药，单凭此不能将慕容清定罪，顶多就是追究其失职，将他逐出太医署。不行，乾隆王的事情一日未了，就不能放慕容清走。狄大人果然铁面无私。好，那我就将慕容清继续押在大理寺，再派人严加看守。对了，江大人，仁杰之前曾让申大人翻译无字天碑的碑文，可这碑文最后落到了乾隆王的手里，此事实在太过蹊跷。不知道申大人生前有没有跟蒋大人说过什么？有这种事？天机堂一直在搜寻红尘六绝的下落，可是申大人从未跟浩辰提起过无字天碑的事。报！大人，刚刚有人带了封信，让我交给大人。前日是我与乾隆王7日之约，他让我拿着捏死我的温柔到天齐酒肆，与的患能医不自医。天齐酒肆，如此命官兵前去天齐酒肆包围，岂不是能瓮中捉鳖？乾隆王没有这么傻，他这么做跟自投罗网没什么两样。恐怕这天齐酒肆是他设计的第一战。第一战？没错，他究竟会怎么做，我现在还不知道。但这交换的地点一定不是天齐酒肆。乾隆王这个人喜欢控制他人，我们恐怕真的要被他牵着鼻子走了。仁杰，我听你的话，有危险的反而是我们。这接下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既然乾隆王想要捏死我的温柔，我就给他。蒋大人，不知大理寺有没有长安城的详尽地图？有啊，我们看一下地图，四方四正，
每一个角都有很明显的构造，而天启九寺就在中间。红间梦雨，这东边西边你们可都要看好了，你们俩是负责这个地方。蒋大人，这城外的所有兵和守卫的方式，可就全都靠你了。人杰就不会再管了。严大人，这就是人杰所说的计划。乾隆王既然决定出现，不可能毫无防备，他一定会想办法将我调开，单独会议。长安城虽然大，但道路方正，横竖不过300余丈，如同一个棋盘。每一处建筑也都有其具体的位置。马上通知长乐帮兄弟混入东西2室。墨雨、红巾，带禁军跟着我。蒋大人带兵守住棋盘4周的6道大门，并在城楼上命士兵举旗传达号令。我会以横竖街道的数字打手势，来表明自己要去的具体位置。横四竖五是正对寒光门的寒光界，走。老板，可有4两5钱的东西吗？兽皮4两5钱，任挑任选。好，一颗4两5钱。求求各位好心人，给我4两5钱吧！油桃4两5钱，鸡毛掸子4两5钱啦，4两5钱嘞！只要1两银子。不要，你看看吧。不要。请问施主可是狄仁杰狄大人？正是。有个叫乾隆的人刚刚来过，托老衲带施主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有没有看见傻书生？没有。他说过，一见到乾隆王就会想办法给我们发消息的。怎么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？难道我记错了？这里不是横四竖五的位置？横四竖五，是寒光街没错。为何要从乐佛寺的后门走？大街熙攘，老衲喜欢清静。怎么，施主后悔跟老衲走了？施主怎么身体不舒服？没什么，只不过前几天感染了风寒。红巾，你看，城门上有旗号。大大有消息了。嗯。乾隆王，不愧是狄仁杰，什么也瞒不过你。你不是要跟我交换吗？没有必要跟我兜圈子。这是捏死我的温柔，能医不自医呢？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？真正的捏死我的温柔只有一个，便是你狄仁杰。这一绝，只存在你的大脑里。那你怎样才相信？狄仁杰，我要你归顺于我，到时我不但会把能医不自医给你，甚至天下也可分你一半。天下是百姓的天下，不是你想分就分的。即便你分给我又怎样？让我归顺于你，休想！你错了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天下永远是一个人的，百姓只是用来治理的，而要治理天下，当然要先得天下，造福万民，不一直是你的梦想吗？高宗昏庸无能，根本不配做皇帝，为何还要帮他？当今圣上仁慈，你却为了一己之私而不择手段。凡事取之有道，不能一概以结论品评好坏。狄
人杰，你聪明正直，本是一个难得的人才，但你太过于忠，真是可惜，可惜呀！人杰，我放过你是想让你想清楚，这世上只有我乾隆王才能助你实现心中理想。我为你留下烟花一根，倘若你需要我帮助，可以随时以烟花做讯号来找我。傻书生，你没事吧？人杰，你回来了，回来就好。人杰，有没有见到乾隆王？见到了，但还是让他给跑了。没想到乾隆王也会一搏术，而且我的计策全被他识破了。他还躲过了我的铁笔。不过我的计策虽然被他识破，最后我还是把讯息传了出去。可为什么你们还是没有赶到？我和红巾也感到奇怪。明明看到寒光门城楼上的士兵举了旗子，但仍找不到你。我在承天门斜街内发出的讯号是23。23？难道不是32吗？没错啊，帮主给我的信息明明就是，根本不是。你把讯号传给了谁？传给了一个官兵，后面我就不清楚了。官兵？啊，禁军都是蒋浩辰管的，难道是官兵出了差错？不会，蒋大人心细如发，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。除非他真的有意在帮乾隆王。蒋大人为什么要帮乾隆王？我不知道，只是直觉。申大人翻译的无字天碑的碑文落到了乾隆王的手里，我怀疑那个时候大理寺就已经有了奸细。糟了，如果蒋浩辰是奸细的话，那皇上便是危在旦夕啊！现在皇上命他为禁军统领，而禁军的主要职责便是皇宫的安全防御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得赶紧禀告皇上。这恐怕不行。自从那蒋浩辰升任大理寺丞一职以来，深得皇上的欢心，皇上对他是十分信任。现在我们的一切都是猜测，根本就没有真凭实据。那我们就去行刺皇上，用行动去证明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有刺客！在哪儿？就在那边，好像是这边。走，快快！那些士兵真是一群傻瓜。或许是蒋浩辰有意安排的这些佣兵。女侠，有劳你了。干什么的？要干什么？要杀皇上！先生，哎呦！你是谁？来人呐，快来救朕！要杀皇上，你们先杀了老奴！皇上在我手上，放下兵器！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那的刺客
你想干什么？人杰刚刚冒犯了陛下，请陛下恕罪。臣言本蒋浩臣参见陛下。这怎么回事？陛下，您受惊了，还请陛下恕罪。臣等这么做，实在是为了陛下的安危。昨日，微臣和狄大人发现，宫中禁军防卫多处都有所疏忽，便去大理寺找到了蒋大人。禁军16位都是精心挑选过的侍卫。狄大人怎么会说我们防御不够严密，士兵疏于训练？你可否有证据？蒋大人若要证据的话，不如咱们今晚就试验一次，看看这禁军所谓的防守是否真的固若金汤。好，浩辰，我也想看看狄仁杰能够在哪里找到漏洞。陛下，禁军16位，却有3万守卫在城门外。若是祸起萧墙，根本无法及时赶到。况且，宫中守卫层层分级，各宫之间也缺少联络机制。如果真的遇到突发状况，消息都难分真假。蒋大人让朕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与侍卫互换，扮成太监逃走。朕本来以为是条妙计，没想到还是百密一疏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原来宫中守卫漏洞竟然如此之多。蒋大人，狄仁杰说的这些话，难道你就没想过？陛下，微臣护卫不力，还请陛下责罚。责罚？倘若今晚刺客不是狄仁杰，朕早就一命呜呼了。朕决定削去你的禁军统领之职。从今日起，禁军无论大小事务，一律交由狄仁杰处理。陛下，人家不能担当此任。禁军统领乃属兵部要职，故陛下应找一个带兵经验丰富的人任职，方能服众。陛下可以不必着急，臣有一个人可以推荐给陛下。赵宝能够官复原职，还得多谢狄大人。啊，赵大人言重了。小朝廷眼中，赵大人不畏强权，刚正勇敢，人家早已十分钦佩了。禁军统领守护皇宫一事，责任重大，我想只有赵大人可以担当啊。哎，狄大人过奖了。赵某既然担此重任，必是一丝不敢懈怠。只是，这皇宫光城门便有10座，宫内殿阁亭馆30-40所，加上东宫的殿阁宫院20多所，这内里回廊曲折，要想面面俱到，实在是困难，就怕百密一疏。看来我们得设计的十分巧妙才行啊！谁让天子住这么大一个地方，真是家大难防啊！是啊，要是能有个对宫内各个环境十分熟悉的人帮忙出谋划策就好了。赵大人所言甚是，制定防御体系，要对环境非常熟悉，还要了解宫中的日常生活。仁杰想到一个人，或许可以帮到我们。他在宫中生活多年，不但熟悉环境，人也极其聪明。大大，我和赵大人在商谈禁军防御的事情，需要一个人的帮忙。谁啊？一位故人，你们也认识，所以找你们一起去。哦，宝宝不哭啊，不哭不哭。哎呀，此处阴暗潮湿，难见阳光，怪不得娘娘在此住的不安心呐。是啊，皇上碍于皇后的面子，也不好做什么决定，还请大人多多进言，让媚娘早日搬离这凤琴殿。娘娘放心，义府一定竭尽全力帮助娘娘。再说，皇上对娘娘宠爱有加，要知道娘娘在这里受苦，一定于心不忍。只怪皇后仗着几个老臣为所欲为，真是欺人太甚。多亏这朝中还有像李大人这样刚直不阿的大臣，媚娘真是多谢大人了。哎，
武昭仪言重了，义父为了武昭仪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娘娘，狄仁杰求见。狄大人进宫了，快请快请。娘娘，既然狄大人来了，在下就先行告辞。昭仪娘娘，墨雨，红巾，参见昭仪娘娘。狄大人，你们来了真好。还有赵大人。参见昭仪娘娘。这是什么破地方啊？昭仪，你怎么会搬来这里呢？此事说来话长了。这个王皇后真是心肠歹毒，见昭仪娘娘得宠，便三番五次加以陷害。难道皇上也不管吗？墨雨小哥不明白，后宫关系十分复杂，与朝堂势力盘根错节，有时就是皇上也没有办法。这里曾经住着一位徐婕妤，起初甚得先帝欢心，可是后来不知怎的就被冷落了。娘娘，仁杰这次和赵大人前来，是有事情想请娘娘帮忙。没错，我现在负责皇宫的守卫，有些事情想跟娘娘商量。徐婕妤，昭仪，我不是齐妃。昭仪，娘娘，我不是齐妃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昭仪，娘娘，我不要成为齐妃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昭仪，昭仪，你不要成为齐妃。娘娘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像徐婕妤那样吊死，不要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皇上救救我！怎么了？娘娘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昭仪，皇上救我！昭仪，娘娘，昭仪，娘娘，娘娘。狄大人，武昭仪这是怎么了？狄大人，娘娘怎么样？武昭仪肝气郁结，心肾不交。虽然没有什么大碍，但如果长久下去，恐怕会得离梦症吧。离梦症？没错，人有七情，喜怒忧思悲恐惊。七情中任何一情过度或者不及，都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一定的损伤，或是肝气郁结，或是心神失常。患病的人郁郁寡欢，甚至喜怒无常，称为离梦症。怪不得朕这些日子一直觉得媚娘怪怪的。仁杰，她是如何得的这病，又怎么医治的？陛下，武昭仪所在的凤琴殿，阴暗潮湿，终日不见阳光，湿气入体，便会令肾阴耗损，从而引发抑郁。此外，臣还记得宫女6月曾经跟我说过，在这凤琴殿内发生了许多奇怪的事情，这些应该也会影响昭仪娘娘的心情吧。傻书生，你说这么多让人糊里糊涂的话干什么？总之一句话，这个凤琴殿就是一个不祥之地。皇上，您还是让武昭仪搬出来吧。可是让媚娘迁宫的主意是皇后出的，而且她说只要自己的病医好，便可立刻搬回原来的寝殿。朕现在实在不好说什么。不如这样吧，朕命上宫局往凤琴殿送一些祛湿的银炭，还有提神的香料。至于媚娘被那些怪事搅得心神不安，赵统领，臣在。朕命你带禁军10人亲自守卫凤琴殿，对每一个进出凤琴殿的人都要严密监视，务必要让武昭仪安心。臣领命。武昭仪现在如此情况，
看来这皇宫防御系统的设计，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赵大人，凤琴殿一事，还请大人多多费心。狄大人，请放心，赵宝受皇上之命，不敢有一丝懈怠。都打起精神来，不得有任何怠慢。都打起精神。是。都定紧了，仔细点。是。六月，外面为什么有那么多侍卫啊？启禀娘娘，他们是皇上派来保护娘娘的。他们为什么要保护我？是不是有人要害我？这个，奴婢也不知道。一定是有人要害我，一定是有人要害我。娘娘，娘娘，一定是有人要害我。娘娘，娘娘，皇上来看您了。参见陛下。媚娘，朕来看你了。皇上，有人要害我，有人要害媚娘。媚娘莫怕，朕不是叫赵童女来保护你了吗？皇上，是谁在哭？是谁在哭？来人呐！一定是鬼在哭，快把他给我掐死！来人呐！完了完了，媚娘疯了，快传御医！是。一定是有人要害我，一定是有人要害我。皇上，臣妾特命御膳房为您熬的参汤，趁热喝了吧，可以压一压惊。那个皇后，盛气凌人。媚娘又病了。淑妃，幸亏朕的身边还有你，替朕分忧解愁。皇上，臣妾是您的奴婢，这些都是臣妾应该做的。朕是不能和皇后撕破脸的，处处都得让着她。媚娘就不应该进凤琴殿。朕去那儿看了。那里阴暗潮湿，十分简陋。朕真的亏待了媚娘啊！皇上，现在正是3月，天气回暖，皇上不如带着武昭仪出去踏青散心，说不定会对她心情恢复有所帮助呢。此提议甚好啊！淑妃，没想到你还会替媚娘着想。真是朕的贤妃啊！皇上，听闻武媚娘神志恍惚，元一道长的法术果然灵验。娘娘过奖，那妖女魅惑皇上，贫道只不过是替天行道。可朝中仍有些大臣为讨皇上欢心，站在武媚娘一边。他们都是没有背景的年轻士大夫。虽然暂时不成气候，但前途却无可限量，不可小觑。哼，本宫就不信，这个世上有人是不爱财不爱权的。哥，你在朝中这么多年，难道不知道忠心是可以用财权来收买的吗？报！启禀娘娘，皇上刚刚带着武昭仪出去踏春了。这个狐妹子，想不到皇上还是惦记着她。娘娘，现在可是最好的机会。
招真的管用。倘若被人发现，娘娘放心，贫道早有算计，尽可大胆使用。哼，那些朝臣现在对武媚娘趋炎附势，不过是因为皇上还喜欢她。倘若她真的被皇上厌弃，看谁还会帮她？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我们一定要尽快抓到乾隆王。仁杰，大事不好了，小公主被人害死，皇上命令即刻赶往甘露殿。什么？小公主死了？臣严立本，狄仁杰参见陛下。你们来了。狄大人，媚娘的小公主被人杀害了。昭仪，节哀顺变。陛下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小公主怎么会被人掐死呢？赵统领，狄大人，此事说来有些蹊跷。今日昭仪娘娘与皇上出去踏春，午后王皇后来探望小公主，我一直跟在身后。赵大人为何一直跟着我？难道怕本宫害了小公主不成？皇后娘娘多心了，我只不过是奉陛下之命，严格看守凤琴殿。小公主真是可爱，让人爱不释手。赵大人忠心耿耿，恪尽职守。本宫定会禀告皇上，请皇上嘉奖赵大人。皇后娘娘过奖了，这是赵宝的本分。恭送皇后娘娘。王皇后走后，再无人进入寝殿内室。大约2个时辰后，昭仪娘娘踏春回来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小公主，怎么死了？娘娘，娘娘，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伤害了媚娘的小公主？娘娘，都怪6月一时贪睡，没有去内殿照看小公主。是你，一定是你！是你杀害了媚娘的小公主！一定是你！娘娘，娘娘，刚才赵大人不是说过了吗？本宫离开时，小公主安然无恙。你凭什么说是本宫杀害小公主？本宫走后，再接触小公主的人便是你。既然小公主死于窒息，
脖颈上又有被人掐过的痕迹。依本宫所见，一定是你这个妖妇亲手杀死女儿，嫁祸本宫。小公主是娘娘的亲生女儿，娘娘怎么会掐死她？你这个小小的贱婢，这里何时轮到你说话？皇上，娘娘，吴昭仪一心想当皇后，为了要置臣妾于死地，竟然连自己亲生女儿的性命也不顾。这样狠毒的女子，陛下万万不可轻饶。陛下，陛下，这小公主是臣妾的亲生女儿，陛下一定要为小公主报仇啊！陛下，此事颇有蹊跷，就交给人杰来处理吧。人杰一定将真凶绳之以法。好，朕就将此事全权交由狄仁杰处理。是。媚娘，来。狄仁杰，你一定要秉公执法，不得有任何偏袒。皇后娘娘放心，不管真凶是什么身份、什么背景，人杰毫不畏惧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还请昭仪节哀，保重好自己的身体。都是我这个做娘的不好，没有保护好她。昭仪何苦自扫呢？这凶手实在太狠毒了，连一个小婴儿都不放过。狄大人，你一定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，找出杀害小公主的凶手。啊，对了，皇上撤走了赵统领的禁军，是不是怀疑媚娘是凶手啊？娘娘，娘娘，皇上已经不喜欢我了，我真的成了弃妃了。赵统领宫中事务繁忙，皇上才将其调改，娘娘千万不要多心呐。小公主死的冤枉，人家一定会找出真凶，让她在九泉之下安心。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。希望父亲放弃计划，我与人杰不再为敌。你在许愿吗？
这么晚了，还不忘来审问慕容清吗？青子，我希望你可以明白，抓你是我的职责所在。人姐还记得你的生辰。 青子，想喝醉吗？你许的什么愿望？不再见你。 李大人，你可有何意见？陛下，臣私下听闻，武昭仪自搬至凤琴殿后，神经错乱，时有幻觉。甚至还大叫着要掐死小公主。皇上！是谁在哭？是谁在哭？来人呐！一定是鬼在哭！快去把他给我掐死！陛下，依臣之见，武昭仪或许是一时精神错乱，错杀了小公主。按赵统领口供，可判断为武昭仪杀死小公主不假。陛下应立即治武昭仪死罪。陛下，单凭赵统领的口供，并不能证明是武昭仪杀了小公主。毕竟，小公主是武昭仪的亲生女儿，而且现下狄仁杰正在调查此案，一切不如等调查有了结果以后再做定论。陛下，严大人所言有理，陛下何必着急下决断？狄大人或许会查出更多的线索，到那个时候，陛下再做决断也不迟啊。公主的身份金贵，本不可以查验。蒋大人不计前嫌，
给仁杰这次行方便的机会，仁杰感激不尽。狄大人言重了，皇宫防御一事，幸亏你及早发现漏洞，否则万一出了什么事，浩辰我可难辞其咎。狄大人这是在帮浩辰，你我之间何来前嫌？小公主已经死了1天了，为何颈上的痕迹还一直留着？奇怪，按常理说，这掐痕应该随时间的变化越来越淡，颜色绝不可能这么深。难道说，小公主不是被掐死的？很有可能，小公主被掐死，或许只是假象，用来陷害武昭仪。凶手杀人方法奇特。 看来狄大人又碰到难题了。仁杰，严大人，朝中的形势如何了？哎，别提了，今天要不是我据理力争，吴昭仪恐怕已经被处置了。他们凭什么呀？那皇上呢？难道皇上没有阻止吗？哎，皇上也是为难。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朝堂上咄咄逼人。 还有那个李义府，以前一直是站在武昭仪这边，今天居然临阵倒戈，说是武昭仪神经错乱，失手杀死了小公主。真是太岂有此理了！朝廷斗争一向如此，在朝为官的，有几个不是见风使舵，为求自保，落井下石又算什么？狄仁杰。 你拒绝在朝廷为官，真是明智之举。蒋大人一直选择中立，才真的是明智之举吧？大大，没想到这个蒋浩辰如此配合我们，冒着被削职的危险，给我们行方便。 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心里还是对他有一丝顾虑。仁杰，现下当务之急，你要立刻找出杀害小公主的凶手。现在朝中还有一个许敬宗跟我站在一起，可再这样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许敬宗严立本，竟然敢跟本宫作对。那个李义府倒是非常识趣，看得透形势。 本宫就不信，单凭这2个人就能够救得了那个妖妇。皇后娘娘别忘了，还有个狄仁杰，他断案如神，我们绝不能给他太多时间。拿1万两银子到许敬宗府上，倘若他能归顺本宫，本宫就请长孙大人提携他为吏部侍郎。还不去？ 娘娘，上宫局的宫女送炭来了。上公姬来的真及时，咱们寝殿的银炭刚刚用完。这是什么破炭？竟敢拿来给娘娘用？皇上不是一直让上宫局送银炭过来的吗？哼，最近梅雨季节，各宫各殿都需要送炭，上好的银炭已经送到了甘露殿和皇后娘娘的寝宫。你们凑合了吧，走。 真是岂有此理！上宫局的人以前见了咱们都是毕恭毕敬的，现在看凤岐殿出了事儿，竟拿这些冒烟的破炭来糊弄我们，真把咱们娘娘当弃妃不成？弃妃，弃妃，娘娘，我不是弃妃。 我不是弃妃，娘娘不是弃妃，我不是徐婕妤，娘娘不是徐婕妤，我不是徐婕妤，我不是徐婕妤，我不是徐婕妤，娘娘。
婕妤，我不是徐婕妤，我不是。 吴昭仪，您这是去哪儿了？狄大人也是来查媚娘的吗？人家并非是来查昭仪娘娘的，人家怀疑小公主并非是死于被人掐死，而这凤琴殿正好是小公主身亡的地方。人家来查凤琴殿，是希望能找到更多有用的线索。那是媚娘多心了。我以为你和他们一样，落井下石。怎么？ 有人欺负娘娘吗？只是这寝殿住的实在是难受。我去找皇上，皇上却不见我。后来我听见了淑妃的笑声，便什么都明白了。还有李义府，他曾经答应帮我，我去中书省找他，却也吃了闭门羹。这个李义府。 听说在朝堂上临阵倒戈，还说了不少娘娘的坏话，真是个见风使舵的小人。还有，昭仪，你放心，咱们可是一起患过难的人，绝对不会像那些趋炎附势之徒一样的。是啊，昭仪，我家大大一定会找出真凶，还你一个清白。娘娘，赵宝说小公主当晚就睡在殿内，人杰这就去看一看。 炭炉的炭火，都是那些上宫局的人。见昭仪出了事，就拿这些冒烟的破炭来。狄大人不要见怪。那小公主死的时候，这个炭炉是否就在这里？是的，春寒陡峭，凤琴殿不见天日，我怕它冻着，我就让6月把炭炉拿得离摇篮近点儿。 小公主一出生便跟着我受苦，就是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。莫非大大认为小公主是被炭炉烧出来的浓烟给闷死的？哎，我也听人说过，这烧炭炉的时候要开窗通风，若是门窗紧闭，人就会被活活闷死的。赵宝说，那天四周的窗户都是开着的，他可以清晰地看到大殿内的情形。 如此说来，这凤琴殿的通风良好，小公主怎么可能因为烧炭而闷死？可验尸结果，小公主确实是窒息而亡。说也奇怪，赵将军说王皇后走后，这里没有任何人进来。若不是烧炭，小公主又是如何窒息而亡呢？会不会是那个弃妃的阴魂在作怪？ 这就是娘娘所说的弃妃徐婕妤。对，你们说，这徐婕妤身姿曼妙，为什么不画她的正脸呢？难道说她是个丑八怪？你懂什么？这叫意境。旦暮送，芳尘去，更加让人浮想联翩。你们都说错了。 是因为先帝有赋予这个徐婕妤，无言以对，却又难解思念之情，才叫人做了这幅背影图。我一搬到这里，每日便被他的鬼魂缠身，一刻也不得安宁。6月说，自从徐婕妤死后，这里的所有人便连遭厄运。狄大人，你说小公主会不会是受此牵连？ 凤琴殿不详，宫中的人只不过是借用徐婕妤穿凿附会罢了。
狄大人不可不信。奴婢跟娘娘好几次都看见了那徐婕妤的冤魂，她就吊死在那根船木上。对，六月说的确实都是实话。温雨、红巾，今晚我们就住在凤琴殿。人杰就不信了，一个寝殿竟然能带给人厄运。这里待久了，还真觉得烦闷啊，总想出来透透气。我也感觉，一直觉得晕晕乎乎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凤琴殿的宫女好像都有点问题？你看那两个小的，一整天没精打采的，还有那个六月，看上去有点神经兮兮的。该不会这个寝殿里真的有什么鬼魂吧？放心，有我墨雨在，就算有鬼也不会欺负你的。谁用得着你呀？我飞鸿金是那种怕鬼的人吗？是啊，你的怨气比女鬼还重，应该是鬼怕你吧？你。就说媚娘有急事。哎呀，皇我不会成为徐婕妤，我不是徐婕妤，我不是齐妃，我不是齐妃。我不要成为齐妃，我不要成为齐妃。皇上，皇上，你为什么要抛弃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狄大人，狄大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不是徐婕妤又出现了？是不是？我不能成为徐婕妤，我不是齐妃。我不是齐妃，我不是齐妃，我不是徐婕妤。大大，杀出生！我不是齐妃。昭仪，娘娘，昭仪，徐婕妤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昭仪，娘娘，昭仪，我不是，没事了，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娘娘，没事了，昭仪没事了，没有事，我不是娘娘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好了好了。大大，你醒了。傻书生，你可真把我们吓死了。我怎么了？难道你什么都忘了？你刚刚在凤琴殿大叫着发疯，情绪都完全失控了。我在凤琴殿发疯？嗯。我都做了什么？大大放心，你没有伤到其他的人。
幸亏我和红军及时进来，点了你的穴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好像见到了武昭仪说的那个徐婕妤。我的头昏昏的。我和红军当时也觉得昏昏沉沉，心情莫名其妙的觉得烦躁，所以才出去巡视的。没错，我们出去透了口气，才觉得好一些。这凤琴殿，难道真的是风水有问题，还是被下了咒？下咒？我也只是胡乱猜测的。我只是看到你和武昭仪那个样子，真的跟鬼缠身没有什么两样。大大还记得我们来皇宫第一次去凤琴殿的时候，你今晚的样子就和当时的武昭仪的情况一模一样。我一直觉得武昭仪是心情抑郁，得了离梦症。现在看来，这件事好像没那么简单。这世上根本没有鬼，也没有咒术。这凤琴殿一定另有隐情。这凤琴殿虽然环境不好，阴暗潮湿，但是也不至于使人抑郁到如此发疯的地步。何况你只是在里面待了3、4个时辰吧，又不像武昭仪那样长期住在里面。难道是中毒？什么毒能让人产生幻觉？这毒又是怎么下的？这里就是大理寺收藏的所有医学资料。多谢蒋大人。倘若可以查出凤琴殿里的毒源，这个案件或许还有转机。不过卷宗浩繁，我特地为狄大人找来一个帮手。狄大人可以放心，等慕容姑娘完成任务之后，浩辰会亲自押她回天牢。你为什么愿意帮我？我现在不过是阶下之囚，有什么权利拒绝大理寺的要求？武昭仪是无辜的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害她。我怀疑在凤琴殿内有可以让人产生幻觉的毒药，但现在却不知道害武昭仪的人究竟是如何下手的。凤琴殿，我曾经去过，那里阴暗潮湿，世间很多奇毒都是因环境而滋生，且四时皆有所不同。这部《本草经集注》共有7卷，乃南朝名医陶弘景所著。里面所记草木、玉石、虫兽，都是天然长成的，外间很难找到。黄连、苦味子、牛黄。怎么样，好闻吗？
这是不是我们要找的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就是它，终于找到了。若是你当初没有离开妖王山主，在这待久了真是不舒服。娘娘好像也病得越来越严重了，我们得打起精神来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怎么跟大大交代呢？还记得感业寺武昭仪临危不惧的样子，没想到现在却变成这样。是啊，小公主当时被季玄于冤枉打入冷宫，乖，她都没有如此绝望过。昭仪，休息一下吧。嘘，小公主睡着了，别吵醒她。你还我女儿！你还我女儿！娘娘，你清醒一点，小公主已经死了。不，我的女儿还活着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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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娘，还活着。你中毒了，有人要害你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否则你的红儿、你的家人，全都难逃厄运。我的女儿没有死。我的女儿没有死。不，娘娘，我们这就把害你的东西找出来。大大，你找到凤琴殿的秘密了。狄大人，不可以！先帝有命，任何人不可以摘下这幅画，否则会惊动徐婕妤的鬼魂。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这个徐婕妤的鬼魂。怎么会有这么多草菇呢？这些不是普通的草菇。我刚刚在大理寺查过，《本草经籍注》里记载着一种毒菌，它多生长在梅雨时节的阴暗潮湿处，可以令人产生幻觉，让人精神不振。我昨日开始便一直在这个殿内，所以我怀疑所有的问题都存在于这个殿内。这张画所遮蔽之处，相信最是阴暗，加上先帝的命令，没有人敢碰它，所以很难被发现。昭仪每晚都睡在这里，难怪病得如此严重，而外面的宫女只是精神不济。赶快把这些害人的东西烧掉吧！我帮你。等等，把这些东西收好，以后说不定还有用处。谢谢你，狄大人，又救了媚娘。既然是仁杰救昭仪回宫的，那仁杰就有这个义务护昭仪周全。只是皇宫里凶险万分，昭仪一定要先振作起来。一开始是王皇后让我搬来这凤琴殿，
看来他早就布好局，想要害我。这么说来，小公主很可能是王皇后杀的。昭仪，你的贴身侍婢6月呢？他去上宫局办事了。6月平时一直恍恍惚惚，却没有娘娘这么严重。这6月不是你的近身侍婢吗？他确实是我的近身侍婢，可是因为平时怕他们太过于劳累，所以我就寝之后就让他们回屋了。这可能也是他们的情况没有我严重的原因吧。娘娘，今天的事情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为了避免意外发生，还是请娘娘继续装疯卖傻，以免打草惊蛇。大大，傻书生，你们可把东西都收拾好了？收好了。不过你要这些有毒的草菇干什么？你们可否愿意跟我冒一次险？难道我们跟你冒的险还少吗？可是这次会跟以往不同。如果我们失败了，可能会人头落地。景宗对狄大人仰慕已久，早就想到驿馆来看望狄大人了。怎奈宫中正逢多事之秋，狄大人又身负重任，景宗不便打扰，还望狄大人见谅。许大人言重了，人杰愧不敢当。听严大人说，这朝中或许只有许大人还支持着武昭仪，所以人杰冒昧前来。不瞒狄大人，王皇后曾3番4次派王大人给敬宗好处，只是敬宗觉得这样做有违做官之道，实在不妥，便将其拒绝。许大人为人正直，人杰佩服万分。大人，这个案件有了新的进展。好，没想到皇后如此歹毒心肠。只是朝中大臣大多数都站在皇后一边，怎奈景宗人单势薄，实在难以抗衡啊。那么许大人，你也加入这些大臣的行列吧。前几日本宫请大人来，大人不来，怎么今天自己跑来见本宫了？娘娘，敬宗想明白了。俗话说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。娘娘乃是后宫之主，太子的母后，敬宗没有理由不为娘娘办事。你这话可是出自真心啊。那为何之前又拒绝本宫呢？啊，娘娘息怒，敬宗以前一时的糊涂，以为皇上宠爱武昭仪，不敢得罪她。现在敬宗知道了，那武昭仪不过是只纸老虎，势单力薄，根本成不了气候。她哪能跟娘娘您比呀？出身显赫，母仪天下呀。现在醒悟，也还不算晚。皇后娘娘宽宏大量，敬宗感激不尽。今后敬宗当为皇后娘娘效犬马之劳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这是家婢小红做的一手好糕点。敬宗听说娘娘爱吃糕点，特命小红做了一份，带给娘娘您尝尝。
想不到你府中竟有手艺如此好的婢女。这点心不仅看着好看，吃着也可口，倒有些本宫家乡凤凰酥的味道。回皇后娘娘，小红有幸与娘娘是同乡，都是并州祁县人，家乡人都以娘娘为荣呢。这小嘴儿，说出来的话比做出来的点心还甜呢。小红谢娘娘称赞。娘娘如此喜欢小红，景宗就把她献给娘娘吧。能够服侍皇后娘娘，是小红三生有幸。好，起来吧。谢娘娘。许大人一番心意，本宫就领了。焦进，娘娘，带小红去上宫局，挂名领牌。是娘娘。